周防尊到底能有多嚣张？得知杀害多多良的凶手就在学院岛之后，直接带着赤蒙手下炸开学校大门，学生们被吓得仓皇逃窜。尊哥又一抬手，把塔楼炸成了2半，威胁学生待在原地不要走动。废物楼的众人分散将学院团团围住，掘地3尺，只为寻找小白的踪迹。然而挨个班级检查下去，没有一个学生认识小白。占领学院的动静闹得实在太大，Chapter 4很快也跟着介入其中。市里对没能拦下周防尊一事自责不已，但那毕竟是赤之王，市长感到头疼。尊为了找出杀害挚友的犯人是一回事，犯人是第7王权者无色之王就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无色之王不同于其他王权者，每逢更替显现的能力各不相同，而具体是何种能力，只有在王现身之后才能得知。他是扰乱其他王之前平衡的鬼牌，市长讨厌像是作弊一样有失公正的鬼牌，特别是当这张牌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。赤之王如同进入爆发倒数的恐怖炸弹，再加上充满变音的无色之王，如今的情况可谓岌岌可危。抓不到无色之王，他们就只能先逮捕赤之王，这样一来和赤蒙的全面开战也就避无可避。市长露出担忧的神色，希望市里能答应他一个任性的要求。赤蒙为了找到小白，将学院岛翻了个底儿朝天。身为赤之王的尊躺在塌掉了的塔楼顶上偷懒，安娜跑过来和尊一起躺着，他只能看到红色，而在安娜眼中，尊的红是最漂亮的红。时间很快到了晚上，接到一通电话后，初云在阳台找到了放哨的八田。事情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，新蒙将学院岛入口封锁，一旦他们进攻就会全面开战。八田求之不得，就想快点大闹一场。八田一直这么血气方刚，特别是一扯上福建就更容易冲动。对于福建的背叛，八田不愿意多谈，于是初云拜托了他另外一件事，对于某个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而此时在学院岛外的福建同时也在想着八田，他曾经和八田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两人一起加入废物罗，成为赤的盟臣。但是自从加入赤盟之后，八田的目光更多的停留在了王的身上。不久后，福建反叛赤盟，转投青盟，并当着八田的面毁到了身上赤盟的纹身。明明拥有非凡的力量，干的就是流氓一样的事，他打心里唾弃废物罗。就这样，福建和八田彻底决裂。至于尊哥，他一直在耐心等待无色之王自己露出马脚。楚云找到了他，谈起了关于多多良的事。他其实并不觉得尊是个会守护领导他人的王，只是一颗等着爆炸的不定时炸弹。所以第一次见到铁了心要跟着尊的多多良时，他只觉得对方脑子有问题，但没想到后来尊真的如他所说成为了赤之王，并且不再是危险的炸弹，而是守护同伴的枪。他当初从未想过能和尊以及身边的同伴度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。不管怎样，他都是最称职的王。说着，出云抱下了安娜，对尊说有客人来了。尊转身走进身后的小树林，通往神室的台阶上，市长正在等着他。秦之王一把将赤之王压在雪地上，逼他退出这场争斗。市长给尊递烟，尊用能力给市长点烟。这次的事牵连了太多无辜的学生，他们 Chapter 4不能坐视不管。市长希望尊能带着废物罗和平退出。尊这次做的太过火了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只要尊肯将无色之王交出，他愿意按照尊的意思将对方折磨致死，但他绝对不会让尊亲自动手。说到这里，插播一条小科普，方便大家理解。白银之王多年前发现了雷德斯顿石板是王权者的力量来源，石板自行选择王权者，并使其觉醒达摩克里斯之剑，剑的外观与完整度与王权者的力量成反比，力量越强，剑就越残破。威斯曼偏差值是王权者能力波动的情况，当王权者的威斯曼偏差值超过临界值时，便会发生王权爆发，剑就会落下，毁灭王权者的同时也会波及周遭的一切。尊的力量太过强大，威斯曼偏差值已经濒临极限，弑王带来的负荷会让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接陨落，到时候整个东京都会被夷为平地。趁早抽身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市长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，但尊并不领情，他从未以王的身份做过什么，但这一次他一定要亲手为家人报仇。市长明知自己无法说服尊，却还是执意前来一试，毕竟在他心中，尊一直都是他的朋友。而费尽千辛万苦才从飞船里逃出来的小白3人，听说学院被废物罗占领之后，赶回来一看，好家伙，都给炸没了。这里估计也会成为赤青双方的战场。小黑觉得他们不该回来，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没有头绪。小白问他要不要问一言大人的录音机，但小黑这次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，他们要救出局里，然后离开学院岛。戴着面具的神秘人将炸弹放置在学校角落。天亮了，智蒙加派人手准备应对青蒙的进攻。尊拍了拍初云的肩膀，离开了指挥室。安娜伸手想要抓住尊，但最终只抓了个空。学院岛外，市长还在对是否进攻犹豫，却听见学院岛内一声爆炸的巨响。这一下不需要犹豫了 ，Chapter 4全员拔刀冲进学校，和废物罗打成一片。然而双方战至正酣，周围却又莫名传来爆炸，眼见下落的碎石要砸向赤盟成员，将指挥权交给市里的市长赶到，运用能力帮对方拦下碎石。没想到对方是个二五仔，掏出玻璃片对着市长的腹部就是一刀。等市里赶到时，正
好看见赤盟成员统伤市长，青之王能力消失，两人齐齐被下落的石块掩埋。爆炸自从双方的大战之后就没有间断，青盟以为是赤盟干的，赤盟认为是青盟干的。安娜突然心有所感，跑出指挥室，在刚刚发生爆炸的地方找到了什么，却被对方一枪击晕。出云冲出来抱起安娜，仔细一看，对面楼上开枪的居然是青盟成员。学校被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身处和平年代的学生哪里见过这一场面？一个两个被吓得仓皇逃窜，呆愣在原地的局里，眼看就要被刚才的青盟成员击中。好在小黑英雄救美，不过没了猫女的记忆修改，局里已经不认识他们了。小白让局里赶紧离开避难，然而一转身，尊已经找到了他们。青盟枪击安娜，赤盟偷袭师长，双方本就岌岌可危的关系，这下彻底决裂，个个都在嚷嚷着让对方好看。八天踩着滑板直冲市里而去，对方由于担心市长无法战斗，险些被八天打中。福建拔刀一把拦下八天，开玩笑，八天怎么能越过他去和别人打架？再说小白这边被赤之王围堵可不是件好事，即使是最强战力的小黑，先飞也不过是一挥手的事儿。猫女的环境也根本不起任何作用，小黑让几人快跑，他照例留下了殿后。然而尊只是一抬手，火旋风就将地面撕裂出一道深坑。尊挺欣赏小黑的能力，不过不巧他现在没精力陪他玩。红色的光球自周身不断扩散，恐怖的能量膨胀外溢，凭借小黑的能力根本无法拦下。突然一道青色的光束打散了尊的蓄力，市长拦下了还对小黑动手的尊，几人得以趁机逃走。猫儿拽着小白就要远走高飞，局里见小白被救下被划伤，于是上前查看。小白对自己曾经的同学自然不会设防，却没想到局里一抬头露出了一抹狰狞的笑容，紧握玻璃片朝着小白的心窝就捅了上去。小黑大惊之下急忙制服局里，空间动荡，一抹白色的狐魂从局里的眼中钻出，原来引爆飞船挑衅尊哥刺伤市长枪击安娜的人都是他。附在局里身上被发现之后，又强行闯入了小白的意识，不断蛊惑小白将身体给他。在小黑的呼唤恢复意识的小白没让狐狸得逞，对方再次钻回局里的体内，拔腿就跑。经过这么一番刺激，小白终于恢复了他的记忆。白色的光柱冲跳而上，交战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争斗，驻足观看。光柱渐渐散开，一把银色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浮半空，小白浑身散发着白色的光芒，身上的伤瞬间痊愈。他终于记起了自己的身份，他不是无色之主，而是白银之王阿道夫·维斯曼。随着维斯曼的觉醒，事情的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。前任无色之王三轮一眼死后，具有干涉能力的狐魂成为新任无色之王，因为本身没有实体，所以一直在侵犯他人的意识，夺取身体。小白的前身就是被无色之王夺取的倒霉路人，狐魂用这副身体杀了多多良后，登上飞船，抢走了威斯曼的本体。按理说，狐魂应该能将威斯曼的意识一起夺走，但由于威斯曼是白银之王，他的不变特性让他不受外力影响，不可侵之力和干涉之力相碰撞的结果就是狐魂夺走了他的身体，却没能夺走他的力量，他的灵魂无处可去，只好躲进了对方舍弃的身体里，然后被狐魂一脚踹下飞艇，掉进了学院岛的体育仓库。由于坠落的冲击失去记忆，遇到猫女之后就成了现在的小白。之后飞船坠落事件发生，狐魂舍弃威斯曼的身体，附身在学院岛路人身上，给尊哥打电话，试图在尊哥心境不稳时夺取他的身体失败，于是引诱尊哥前来学院岛，然后暗中引爆炸弹制造混乱，附身赤盟统伤师长，附身青盟枪击安娜，各种里挑外局引发双方大战，最后附身局里装无辜逃走。尊哥之前赌的不是小白，其实是附身在局里身上的狐魂。师长自然也明白这一切都是无色之王的挑拨，他阻拦尊哥不是不让他滥杀无辜，而是不希望他亲手杀了无色之王，导致王权暴走。如今小白恢复记忆，赤青双方大战在即，这一切到底该如何收场？